欢迎大家来到大书中文，然后失声了，怎么回事？诶，为什么你失声了？使用喉咙过度吗？过度了，对，OK， 好，那这个我们星期一的人生话题，今天要聊一个我觉得喜闻乐见的话题。对，我觉得大家会很好奇的问题就是对我们为什么会喜欢一个人对，就是我们喜欢一个人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会对一个人产生好感？那我觉得每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的原因各不相同。那我们就尽量从我们自身自己来讨论这个话题。然后各位同学也想一想，你为什么会喜欢一个人？好，蔡叔，为什么你会喜欢别人？好奇怪，给我挖坑一样。对，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有时候好像很多女生都会问男生啊，就说你为什么喜欢我？你喜欢我哪一点啊？男生就说喜欢就喜欢呗，有那么多为什么吗？为什么要问我？我就是莫名其妙就爱上你了，就这样子。对啊，我就是爱上你啊，这是荷尔蒙的作用啊等等，你会不会打？对，我觉得其实喜欢一个人真是一个挺神奇的事情，而且很奇妙，而且我觉得人世间吧，真的，我那天还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就是相处比较久之后，好像慢慢的就消磨了一些感情，感情越来越少之后，剩下的都只是在计算各自的利益。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不公平，他说这个事情对我不公平，就开始争不公平感，慢慢觉得我是不是付出太多，他是不是付出太少了。但是我们在回归到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在热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说我付出太多了，只会觉得我付出太少了吧，对不对？对。这其实我觉得以前我老觉得对一个概念就是有点不屑就是爱这个概念。以前我觉得爱这个东西太玄了，就以前看哈利波特的时候，觉得他妈妈的爱能有这么大的力量，那个时候觉得太假了，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只是爱而已嘛。但是我感觉随着这个年纪的增长之后，自己做了父母，自己又处在一段关系里头，我发现爱这个力量真的是很强大的。首先对孩子的爱这个先不说，夫妻之间也是慢慢磨合了，你有爱，你才能去更容忍对方的一些缺点，然后才能去更包容。对，因为只有爱你才能不会那么在意，就是我到底付出是不是太多，他是不是付出太少。有爱了，所有东西都能弥平，一些矛盾都能弥平。假如没有爱的话，就只有利益的计算，就是我觉得我不公平。因为最近怎么回事，我和我老婆在看一个离婚综艺，就发现里面的3对夫妻就每对都有问题，但问题我是觉得最关键的原因就是不是那么爱对方了，不是那么爱了，我就开始考虑一些事情，觉得你对我这样做我觉得不公平了。对，当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就回到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那种类型的人。我发现人好像大部分会喜欢同一种类型的人，我一直以来是喜欢那种相对看起来会朴素一些的人，就是我感觉比较朴素的人让我觉得对我而言更好接近，更真实，更亲切一些。我一直喜欢是这个状态的人，而且就是我喜欢那种相对话不是很多的，相对会沉默一些，沉默，你感觉上他好像话少一些，但是思想很丰富，内心很细腻这种状态，所以他会莫名的带给我一种吸引感，我会觉得我会喜欢这种人，我觉得可能会和他有更多的这种交流，而且的话就是在年轻时候喜欢一个人也很奇怪。我记得就说一下年轻时那个状态，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暗恋过一个女生，很奇怪，有2点我是觉得促成了我感觉自己很喜欢她，虽然最后是没有在一起的我只是说我只是暗恋的阶段，就说为什么会喜欢这个女生，大家可能也会有同感。就是第一个，这个女生和我住得很近，就是我们2个家住得很近，住在同一幢楼里头，只是不同的单元，就是上下学的时候有时候会碰到，刚好有这么一感觉，好像地理位置很接近，你莫名的觉得心里就会觉得很接近，这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你莫名的心里就会去想象，觉得这种人，而且我们特别相信缘分，对不对？对，住这么近就是有缘分。
对，而且呢，就是上课的时候，他是坐在比较前面的第二桌的样子，我是坐在比较后面的。那个时候我们班的男生比较少，都普遍坐在倒数第一排、第二排。虽然我也不是很高，我也坐在倒数第一排啊，但是往前看的时候，刚好能看到那个女生的这个后面。OK 后面有时候从窗户的这个阳光照进来的时候，刚好照到她这块很唯美很漂亮，就那个光线很柔和那种光线，耳朵的形状也很好，感觉的话，突然之间觉得很喜欢。有时候是莫名其妙，你喜欢这个姑娘哪一点，有时候可能只是聚焦了一点，会让你觉得把这个喜欢的感觉会扩散她的整个身体里头，全部你都会这样喜欢。很多时候是莫名其妙的，我觉得喜欢这种感觉是莫名其妙的，但是莫名其妙它是建立在很多一些小小的细节上面的。比如说你喜欢这种类型的人，你喜欢一些细节，你就会把它变成一种喜欢的感觉。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对于喜欢跟爱是有一点不一样的。特别在中国文化，我们不会轻易的把爱一个人说出口，对不对？对，所以一般都会从喜欢开始慢慢升华，变成爱。真的去欣赏他，喜欢他。但是西方国家可能我的概念啦，动不动就会说 I love you，然后感觉爱好像有点廉价，但是往好的方面想是他们可以很勇敢的把爱说出口。那不像我们中国文化好像是先喜欢一下，然后慢慢的真的要变成男女朋友或者是夫妻才会讲爱，甚至都还讲不出口。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相对的中西方文化对于喜欢跟爱的定义还有点不一样。不过我个人对喜欢的概念是，如果我要喜欢一个人，我觉得第一个他要给我神秘感需要神秘感，因为我觉得我喜欢一个人是需要好奇心去驱动他的。我如果对你有好奇心，可能是外表吸引我，可能是个性吸引我，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些我还没有办法探知的部分，或者是气质。对，然后我就会觉得你很有神秘感，想要去了解你，然后我才会我这个人比较懒，所以如果你有神秘感，会让我比较积极的想要去了解你，跟你聊天，跟你攀谈。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一个女生有神秘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我觉得除了神秘感之外，我觉得这个女生可能要有一些我没有的特质，或我没有的个性。比如说我以前读书的时候，我是比较内向，比较不太喜欢主动去跟人聊天的人，所以如果对方这个女生是很开朗就是非常的外向，真的我觉得这种女生很吸引我，就是她看到男生就我跟你讲，就是那种没有男女太大的界限，但是就会很主动的你喜欢互补的。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跟我那时候的个性蛮互补的，然后我就会觉得会特别去我们有时候都是偷偷的在一旁去关注喜欢的人，然后就会越看越喜欢然后我觉得喜欢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自己的解读啦，我觉得喜欢有时候是年轻的时候是喜欢恋爱的模样，并不是真的喜欢那个女生。对，因为说实话，你喜欢那个女生，你真的了解她吗？也不一定。你真的跟她很深入相处过吗？其实也不一定。但是为什么年轻的时候常常会有喜欢或恋爱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还青涩，对不对？还对于爱情还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会憧憬爱情的模样，然后就去想象。所以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是有一点 puppy love， 有点不切实际的那种爱情的感觉，就是你其实是喜欢恋爱的感觉，但是当你真的走入了恋爱或婚姻当中，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我觉得所以中国人把喜欢和爱分得很清楚，分得很清楚，没有错，因为喜欢可以是一种很直白的冲动或者是感觉，但是爱又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感受了。对，然后甚至经过长时间的相处，你会发现爱不只是喜欢，然后去充满激情的去爱着对方或肢体接触，爱可能代表的含义就更多更复杂，然后更需要你去用时间去磨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会非常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今天聊到这个喜欢特别我觉得在读书的时候那种喜欢，我其实是很怀念。比如说大家有时候都会觉得初恋是
很美好初恋是最美好、最让你嗯怀念的，不管它是不是有结果的。我觉得那都是因为那是一段单纯，然后很纯净的感情。人就是这样，有时候会去向往这种比较单纯的关系。那我们今天呢，其实聊到喜欢呢，是有一个原因的。什么原因？就是呢，我们现在大书小店啊，好像比较少出爱情故事了。我们觉得这个部分我们要补强一下，所以呢，我们这个就是最近灿叔出了一本《重庆火锅》，对不对？聊爱情故事。灿叔要聊一下当初是怎么想到这本书的内容。对，其实刚才一听茶叔说，我就在想，茶叔不就是我这个故事里面的男主角吗？啊，真的吗？哎，对耶，那个我其实读了这本小说之后，我特别喜欢那个女生的个性，然后我也特别喜欢男主角的个性，就是真的他们是一个很内向羞涩的男性，然后那个女生就是有一点调皮，对，但是其实她的内心是很坦白，但是又很需要有人爱的那种，虽然她的外在的个性是很外放、很外向的，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这对真的是本来就是应该在一起谈恋爱，天生一对了，天生一对，对，所以我真的有读完有这种很有意思的感觉，也想到我读书的时候那种感受。我其实就想表达就是这种喜欢的感觉吧，因为单纯的喜欢的感觉，它还没有进入一种关系里头比较复杂的这种模式，就是大家还处在比较朦胧的时候，甚至有些表白的东西。为什么写这个重庆火锅？因为我在重庆上过学嘛。我也特别喜欢吃火锅，我觉得那个重庆那个城市的烟火气很足，就火锅带的那种感觉。然后重庆这个地方的姑娘整体而言，就是很多都像我这个故事里头那种姑娘一样，就是比较活泼开朗，还泼辣，嗓门又大的，大咧咧的。对，就是它整体这个地方的民风就是这个样子。而且这整体这个地方呢，就是男生普遍相对是温柔一些，然后还有一个名词叫做耙耳朵啊，四川重庆都有。耙耳朵呢，就是怕老婆的人，耳朵耙的软软的，应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想到这么一个状态。当然写故事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是完全，首先是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想写这么一个爱情故事，想写在一个我比较熟悉的一个环境。所以一开始我就设定了两个人，他们两个人的性格会有点不一样，因为我觉得不一样的东西能产生一些奇妙的化学反应。你这两个都一样的话，感觉会有点没有那么有趣。所以我希望女生是相对是比较主动一些，男生比较被动一些，然后把他们放入一个环境里头，让他们自己的发展。因为我觉得写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就是，其实你一开始不知道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很多细节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只是设定一下这个女生会向男生告白，但是具体是怎么做的，具体他们中间是怎么样，我只是想一开始的时候女生让男生请她去吃一个火锅，然后我就顺着这个写下去，然后写到最后还挺有意思，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也挺推荐大家去看吧。我是觉得因为这个文字相对而言确实是比较适合中级的学习者，对不对？对，然后我觉得里面有一些情节也蛮有意思的，因为这个内向的男生一直在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爱上了女主角？我是不是真的爱上了女主角？我觉得当男生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他就爱上了。对，就是当他一直在怀疑自己心动了，其实是心动了，其实他已经心动了，他才会不断的反问自己。所以这个有时候男生在青涩的年纪有时候你就会说，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上这个女生了？其实你已经心动了，所以你才会问自己。你越问自己，表示这个事情就越容易成真。我特别向往那种年轻的时候很单纯的这种恋爱，没有什么太大的柴米油盐的那种负担。我们想的就是去爱对方，去付出，没有什么别的特别的想法，很单纯。而且我觉得现在就是市面上很多爱情故事都是女生写的嘛，就他们想象中的爱情的话，就是男生基本上就是特别的一往情深、忠诚，对不对？就是刀山火海的不怕那种。就是很多我们看这个中国电视剧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其实想提供一个就是男生角度的，就是青涩的爱情是怎么样子，从一个男生角度去描述这么一个爱情故事，可能和女生角度去描述会有点不一样。这是我们男生可能会比较熟悉的一些模式，是这个样子。
对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男性的角度切入这个爱情故事，我觉得这个女生的同学啊，你们也可以买啊，因为我觉得也很特别。男生的角度会比较直白，然后会去比较去想要剖析那个男性的那种心理变化。我觉得你们也很值得去了解男生对恋爱是怎么想的。好 ，OK， 就是重庆火锅。好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聊的是喜欢，你对喜欢的定义是什么？你为什么会喜欢另外一个人？你这个注重的特质是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有时候你也想一想，其实蛮有意思的。那我们当然也不一定是喜欢异性，你也会喜欢你的好朋友，喜欢你的同事，喜欢你的家人，喜欢你的宠物。所以我觉得喜欢是一个人类社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感反应啊，也值得你去思考一下，你为什么会有喜欢的反应。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欢迎大家每周一来观看我们的人生话题的单元，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那天刚好是星期五，快下班的时候，林丽丽突然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拍了拍刘洋的肩膀。刘洋吓了一大跳，他本来正在翻译专利文件，被他这么吓一跳，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林丽丽也不等刘洋开口，就直截了当地说道：“刘洋，下班了，你请我吃火锅吧。”刘洋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也没想好怎么拒绝他就摆了摆手说道：“就这么定了啊。”紧接着就转身走了，嘴里好像还在那轻轻哼着一个什么曲子。刘洋有点无可奈何，但是想了想，又觉得他确实该请林丽丽吃一顿饭了。毕竟他来公司这半年里，林丽丽作为经理安排带他熟悉工作的人，对他在工作上确实多有照顾，大大小小的问题也帮他解决了不少。他确实是欠林丽丽一个人情的。只是刘洋从小就是个内向的人，不怎么喜欢社交，甚至之前公司组织了一次聚会，他都借故开溜了。而且林丽丽的性格又和他完全相反。林丽丽是那种典型的重庆姑娘，活泼、开朗、泼辣，嗓门还大，这些都是会让她很不自在的性格特征。